各位好，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继续来聊隔空投送英文 AirDrop。我为什么又把英文念出来了？原因很简单，原因是因为隔空投送这个功能在刚刚发布的一段时间里面，即便在中国大陆地区，它也没有翻译，就直接用英文的 AirDrop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其实早期使用隔空投送功能的用户都比较认可了 AirDrop 这个说法，特别是经常使用的像一些商务的人。那么到后来，有一波汉化的风潮就是把 FaceTime 汉化成 FaceTime 通话，把 Pages 汉化成 Pages 文稿，然后什么 Keynote 讲演就是想汉化呢也确实没办法汉化，但是后面加2个中文字，让这些完全不懂英文的中国用户去大概能够通过他的名字理解他是干啥的。所以在那次风潮之后呢，就顺便把这个隔空投送把 AirDrop 也给汉化了，汉化过来就是隔空投送。这个也是简体中文版本的一个特色了，因为据我了解，在繁体中文版本，不管是香港、台湾，就是新加坡的这种各种版本，中文版本里面都是还是保持着英文的原版，该叫什么就叫什么。那这也是深入本地化的一种体现吧。那我个人觉得这还是一件好事啊。虽然我身边的一些数码爱好者觉得还是不适应，像我很多时候管 Doc 的中文叫什么 Doc， 你看我又要想一会儿，叫程序屋，对，就是对于像这种老用户，他还是习惯于直接冒出来的就是英文，然后中文要想半天。我们是没办法，因为原来上班的时候一定就是要上课嘛，那你既然要跟这个顾客去讲，就是代表 Apple 官方，所以你一定要用。当然，这是我也个人对个人的要求，公司并没有这么强行要求我。然后我就觉得，既然人家有了官方的中文名字，我上课的时候我总得用官方的名字吧。所以每次讲到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就停了。为什么？我老在想 Doc 不能说，然后 Doc 的中文是程序屋，那我们来看一下。那程序屋，然后这一般会有这种闹这种笑话，可能坐在下面的顾客不太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我真的是想这是什么，但其实不是，我是在翻译，这个是一个小的笑话啊。隔空投送非常简单，知道的人可能觉得就没什么好聊的了。那我就先把重点放在前面，我想让各位知道隔空投送是什么功能的观众，进一步的知道一下，它也在不断的进步。那最近呢，就有2个非常大的改进，一个呢就是超远隔空投送，你们应该知道隔空投送是9米之内嘛，它是蓝牙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但其实现在iPhone 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应该是在 iOS 17以后吧，就是你可以远距离了，通过蜂窝来进行传输。当然你流量要够啊。那这种情况，即便你们只要对方点了接收，你们就可以走了啊，分道扬镳了。你一旦超出了距离，就直接通过这个蜂窝去传输了。当然我自己没有试过稳定性怎么样啊。但是应该是一个好兆头吧，就算稳定性不好，它也应该不断的被优化的。那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不用说是2个人已经传完东西了，然后明明可以走了，但是看着这个进度条还没传完，还得再等一下，然后站那边尬聊，那也挺没趣的，是吧？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功能。第二个呢是一个比较酷炫的功能，就是你把2个 iPhone 的头跟头，我这个手是一个 iPhone， 这是个 iPhone， 2个头一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实现这个隔空投送，不用再去找谁是谁了啊。那这个也是我觉得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改进吧。那对于初级用户啊，我也想跟大家去聊一下到底什么是隔空投送。隔空投送是一个点对点的投送，它理论上不需要用到你的网络，你也不需要有网络，深山老林里也可以啊。当然我刚才讲的那个远距离的那是另一回事啊，那是它的改进版。那它是2台手机通过蓝牙互相发现了配好对了以后，把你选择的这个文件通过 WiFi 点对点的传出去。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欣赏 Apple 的创新的一种方式。要说 WiFi 不是 Apple 发明的，蓝牙也不是 Apple 发明的，但是呢，你会发现 Apple 所有的产品，隔空投送是一个软件上面的应用但是它也是作为一个产品，它在设计这个产品的用户体验的时候，它会把 WiFi 跟蓝牙整合到一起。这个功能是我在其他公司没有看到的。就是对于用户来讲，你不用关心我的手机要蓝牙干嘛，你也不用关心我的手机要 WiFi 干嘛，
你只要知道你的手机有隔空投送的功能，它把一个东西通过不连线的方式这么碰一下就传过去了就行了。这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就是这样，而 Apple 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反而是那些科技爱好者们自作多情，非得研究一下，哎呀，我很有兴趣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很多人研究的一知半解，哦，原来它是通过蓝牙，其实不是，蓝牙的传输速度没有那么快，它刚一开始是通过蓝牙没错，因为蓝牙的特点是低功耗，然后呢就是短距离，它有这个配对的一个安全性存在，所以蓝牙非常适合去看一看周围都有谁。那隔空投送就先用蓝牙去发现一下周围都有谁。那这个时候，只要你周围的 iPhone 打开了隔空投送这个功能，关闭它看不到的啊。只要你打开了这个功能，那我想投送的这个人，我就可以去看周围都谁打开了。你们如果都开了的话，你们的名字就会跳到我手机上，我这边点张三李四王五，然后它就嘣嘣嘣嘣就过去了。那我就其实先用蓝牙进行配对，配完了之后，既然已经蓝牙配好对了，然后就通过 WiFi 来点对点的传输，因为 WiFi 的功耗大，但是速度快。如果一个影片文件你就只用蓝牙传，那你有的传了啊，传1个小时都有可能。但如果用 WiFi 的话，可能2-3分钟啊，一个影片也就差不多了啊。当然这是理论情况，隔空投送由于它要面对的无线电波非常的复杂，特别是像我们在 Apple Store 零售店的时候，那么多的样机，那么多的顾客，人手一个，有的时候身上带2个，还有备用机，有人带3个，还有 iPad， 还有人带电脑，你想想那上百个设备。那这种情况下，你要在那里进行隔空投送，我们是经常会遇到一些找不到啊，或者传输慢的情况。这个时候你远离一些。我们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说，来，你先跟我出来离开我们店，到这个商场里面或者到大门外里面，我们传完了再进来，就是到这个干扰比较少的地方。这也是隔空投送的一个小的技巧。那至于操作上呢，非常的简单啊，我简单的跟大家去来演示一下。如果你是接收端，你是想收别人发来的东西，你只要在通知中心当中长按这里，打开这个隔空投送的按钮就好了。一般你要选择所有人，原来是可以无限期打开所有人的，但是现在都改成了10分钟。之前我也以为是国行特有的只能开10分钟，但是后来发现不是，我用的美版，我用的加拿大版全都只能10分钟，就所有人你只能开10分钟，10分钟之后自动变成仅限联系人。如果是联系人，那你可以一直开啊。所以如果你作为接收方，你只要把它打开就可以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但如果你作为发送方，比如说我想发一张照片，你打开这张照片，然后点分享，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个位置就是隔空投送。那你点击它之后，只要旁边有设备打开了隔空投送这个功能，你就可以发现它。你看现在我旁边有一台我的电脑，那我这边就发现了，那我这样点它的图标一下，这个照片啪就过去了。这个就是发送方的操作。所以很多时候你要不会用或者第一次用隔空投送的时候，你要先想好自己是接收的人还是发送的人。接收的人只要打开开关，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就可以了，点接受就好了。那发送的人呢，当然是要操作一下啊。我刚才也给大家去演示了。那隔空投送呢，其实也有一些设置啊，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这些设置。在设置当中，打开通用，它会找到一个叫隔空投送。在这个里面呢，首先你可以去定义默认的方式，我建议就是仅限联系人，不费电的啊，不要担心一直开着费电，蓝牙也一直开着，不费电的啊。那接收关闭就是彻底关了，我不推荐。那所有人呢，你想一直开也不太可能啊，就只有10分钟。那下面的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这2个，就是我刚才开篇跟大家说的2个新功能。第一个就是将设备彼此靠近，2台 iPhone 头碰头一碰，这个马上就可以了，你不用再打开再找了。如果你什么都不开，照片也没开，就在主屏幕上碰一下，它默认是传输你的个人名片给对方。但如果你打开一个照片或者视频，打开之后你再去传，那就再去碰，默认就是你把这个打开的照片跟视频碰给对方。对方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啊。下面的这个使用蜂窝数据，你看到上面写的吗？叫超出范围，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使用超出范围这个功能，你就把这个开关打开。那即便超出范围了，也可以进行传输。但是我断定这个功能需要发送跟接收的人2个人全都打开才行，有一个不打开应该就不行。所以这个是超出范围这个功能，我反复强调这个功能我没试过啊，
所以您谁要是试过的话，愿意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评论区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使用的体验怎么样啊？现在因为我已经离职1年了，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样本量了，所以啊，我只要自己家人朋友之间没试过，那我也就没有试过这种方式了。好，那今天隔空投送和 AirDrop，隔空投送或 AirDrop，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那一样比较简单的内容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补充的，或者有什么想讨论的，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一般都会回复的。感谢各位的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次再见。